北京时间5月10号深夜，联合国大会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审议通过了授予巴勒斯坦更多权利的决议。此前一天，巴以为期2天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结束，但分歧并未得到明显解决。以军仍继续推进深入拉法东部的军事行动，数万巴勒斯坦人加速撤离，开始新的逃亡。 当地时间5月10号，应多国要求，联合国大会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恢复举行。会议审议了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新会员国议题，通过了授予巴勒斯坦更多权利的决议，包括按照字母顺序就座于会员国中。最后表决中，决议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等143国投了赞成票，美国、以色列等9国投了反对票，英国、德国、乌克兰等25国弃权。 I have stood hundreds of times before at this podium, but never for a more significant vote than the one about to take place, a historic one. We faced and continue to face attempts to push us out of geography and out of history. 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过程中，多国驻联合国代表离开坐席，向在场的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祝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表示，中方欢迎这一历史性决议。令人遗憾的是，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于4月18日被美国在安理会无情否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再行使否决权，无理阻挠国际社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所做出的努力，不符合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决议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1票否决巴勒斯坦入联申请表示深为遗憾和关切，建议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条重新从有利角度审议巴勒斯坦入联申请。也就是说，巴勒斯坦入联问题被打回安理会重审。但美国在星期5警告说，如果把巴勒斯坦入联问题重新提交安理会，他预计结果与4月份相似，也就是将再次否决。 在投票开始前的发言中，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艾丹在大会现场使用小型碎纸机粉碎了一份联合国宪章，以表达对该特别会议的反对。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表示，联合国周5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象征性投票表明暴力会带来回报，这一决定凸显了联合国针对以色列的结构性偏见。This is your mirror. So that you can see exactly what you are inflicting upon the UN Charter with this destructive vote. This is you are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with your own hands. Yes, that's what you're doing, shredding the UN. 正午短评热点直说。 联大以143票赞成、25票弃权、9票反对通过涉巴勒斯坦入联决议。反对9票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以色列这个当事国和铁杆盟友美国；第二类就是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包括几个太平洋岛国和阿根廷；第三类就是捷克和匈牙利这2国。这2国投反对票有本国历史和宗教原因。捷克是前斯洛伐克的一部分，2战期间遭到纳粹德国的占领。 2战时，许多犹太人被杀。类似的历史经历使得捷克成为以色列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而匈牙利也类似。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在俄乌问题上立场亲俄，跟美国唱反调；同时在巴以问题上亲以，也可以平衡一下美国的压力。不过，这些反对票都是少数，国际社会主流是支持巴勒斯坦入联的。但是，由于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巴勒斯坦真正入联还需时日。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岛内，随着赖清德即将上台，民进党方面借各种机会营造声势，且大多数与日本有关。赖清德妄称所谓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还有日本议员窜台，蔡英文向日本政客垂秀夫颁发勋章，令岛内舆论哗然。
日前，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有37名日本国会议员预定本月20号窜台，出席赖清德的所谓就职礼。对此，在5月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什么总统，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林健严肃敦促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以实际行动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而不是相反。日方还多次就台湾问题向中方作出郑重承诺，包括不搞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就是历史经纬，是日本必须遵循的立场和原则。即将下台的蔡英文也没闲着。5月9号，他在台北向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颁发勋章，表彰其对所谓台日关系所作贡献。垂秀夫声称，台湾与日本心手相连，他对台湾的认同感更加强化。提到的日方的有关人员，在退休后经常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做出有违职业道德和操守的事，违背了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资料显示，垂秀夫自1989年开始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2020年9月至2023年10月曾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垂秀夫曾多次发表挑衅性言论。去年5月举行的 G7 峰会结束后，垂秀夫接受媒体采访时妄称，如果中国不做出改变，那么日本将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对中国的改变。外交部当时驳斥称，垂秀夫的言论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和国际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完全无视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尚未上任就表现出对日本谄媚的态度。5月9号，他同垂秀夫见面，而此前一天，他还赴台南市参加八田羽一去世82周年追思纪念会。八田羽一是日本殖民时期赴台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参与建设台南乌山头水库。他也是岛内媚日分子的精神代表和神主牌。据早年曾供职于台南市水利会的林妙昌介绍，当年日本政府为了战争需要，把台湾当作粮食生产基地，为了增加产量，派八田羽一等人过来修建水利设施。历史档案显示，台南水利设施投入使用后，稻米产量增加208%，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台湾人口增加53%，但本地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23%。因为大多数台湾稻米都被直接运回日本，供日本人食用，但台湾人只能吃红薯。而且这座水库建成后漏水很严重，直至台湾光复后，当局才启动修复工程。但民进党上台后，开始神化台南水利工程，并对八田羽一进行了造神运动。陈水扁嘉奖他的后代，而赖清德任台南市长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对其大唱赞歌。岛内舆论当时还讥讽他应改名八田清德。更加荒唐的是，赖清德8号还在追思八田羽一的活动上，狂妄地喊出"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这一不自量力的口号，令岛内舆论哗然。日本一些人心怀叵测，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明显打错了算盘。民进党当局翻炒此类论调，再次暴露其底层的逻辑是媚日卖台、挟洋谋独，再次提醒世人，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因素。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这番言论实际上是对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加戏演绎，既让人看到赖清德媚日情节和舔日嘴脸，更暴露了他挟洋自重、以美日谋独的天真与愚蠢。赖清德想靠喊口号打政治算盘是引狼入室，主动拉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跪舔心态暴露无遗。实际上，赖清德是一厢情愿。此前不久的民调显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74%的日本受访者反对派自卫队跟随美军参战。近日，南部战区海军万吨大驱遵义舰和海口舰、昆明舰、咸宁舰等多型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赴南海某域开展实战化训练。而美菲2024肩并肩演习也于10号结束。中方要求，任何军演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呼吁菲方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发现敌空
一批两架，向我击飞。对空攻击准备好。据央视报道，此次训练编队重点围绕对海作战、防空反导、反潜作战等训练内容展开，检验多项战法、训法运用成效。编队抵达目标海区后，按照预定方案，各舰快速机动，迅速占领有利阵位，组成综合防御队形。编队各舰提高部署等级，进行了一场编队综合作战演练。第一波次射击完毕，各舰迅即调整射击阵位。遵义舰、海口舰、昆明舰、咸宁舰主炮再次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相互协同、相互配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让我们对本舰的装备有更清晰的了解。值得警惕的是，4月22号到5月10号，为期19天的美菲2024肩并肩联合军演也在菲律宾附近海域举行。菲律宾军方称，此次军演规模创历史之最，参演士兵超过16700名，其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士兵。另外，还有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约100名法国海军人员，以及菲律宾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也参与演习。菲律宾有舆论认为，在南海局势敏感之际举行这样的演习，无助地区和平。但外界注意到，美菲2024肩并肩还大肆炒作一场击沉军舰的演练。据悉，美菲8号在菲律宾北伊罗戈省附近的演习中，击沉了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亚湖号。这艘船原名为拉普拉普号，由中国浙江台州一家民用造船厂为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所建造，用于油料运输。2014年被捐赠给菲律宾海军，成为菲海军第一艘补给舰。2020年退役。菲媒称其是菲军方唯一的中国造海军资产，菲方则大肆炒作击沉这艘船是显示菲律宾不愿在南海对中国示弱。值得注意的是，美媒也来拱火浇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宣称，美菲击沉靶舰向中国发出了强烈信号。根据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10号发布的消息，美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并警告驱离。而就在2天前，同一艘美舰还穿航台湾海峡，并高调炒作。美舰此时连续进行挑衅，尤其是时隔2个月再度穿航台海，其中有何用意？南部战区公布的图片显示，中方军舰严密监视美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这是今年以来美军舰首次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上一次非法擅闯这片海域的是美霍珀号导弹驱逐舰，发生在去年1月25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10号表示，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充分说明美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天前的8号，哈尔西号还过航台湾海峡。美海军第7舰队当晚在其官网发文炒作称，哈尔西号依照既定行程，没有进入任何沿岸国家领海的状况下，常规性通过台湾海峡。美方还宣称，这展现了美国所谓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原则。台防务部门当天也宣称，哈尔西号8号上午7时起由北向南过航台湾海峡。过航期间，台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9号，台防务部门通告，8号上午6时至9号上午6时，发现解放军军机23架次、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根据台当局防务部门公布的示意图，台军8号上午8时0分至下午5时29分，在台湾海峡空域发现解放军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19架次，其中4架次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8号上午9时4分至晚间7时26分，于台岛西南空域发现解放军军机3架次，部分军机距离台岛最南端的鹅銮鼻约58海里。这也间接证实了解放军海空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哈尔西号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美海军船舰今年以来第3次，前2次均为菲恩号驱逐舰，分别在今年1月和3月。此外，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4月17号也曾过航台湾海峡。而根据公开报道，哈尔西号上一次过航台海是在2020年8月。值得警惕的是，美舰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因为本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将进行交接。还有观察指出，解放军海军第3艘航母福建舰
8号圆满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受到全球舆论高度关注。而美舰选择在这一天过航台海，还进行高调炒作，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福建舰海事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并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跟随其印太战略的盟友伙伴派定心丸。时事评论员李亚强对深圳卫视表示，美军舰过去在中国周边活动都属正常，甚至能在香港等地停靠访问，但近年来美军依托印太战略频繁插手干涉台海、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这就使得相关过航行动充满挑衅性，并对外释放错误信号。但若是企图通过一艘驱逐舰过航台海来干扰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那是打错了算盘。如果是以敌对行动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呢，它与福建舰的试航相比较起来，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不足为虑。因为福建舰毕竟是我们人民海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值得把这个美舰看得那么重。上周，俄罗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前总统波罗申科发起通缉。不过9号，媒体发现泽连斯基和波罗申科已从俄罗斯内务部的通缉名单中消失，具体原因不明。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称，当天在俄罗斯内务部网站输入泽连斯基等搜索内容后，未能得到相应的检索结果，具体原因不明。5月4号，泽连斯基和波罗申科出现在俄内务部网站的刑事通缉名单数据库中，但是俄罗斯方面没有具体说明通缉原因，仅称根据俄联邦刑法典对其进行通缉。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解释称，俄方调查人员在调查基辅罪行的框架内，对泽连斯基和波罗申科发起了通缉。另外，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夫柳克以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前司法部长帕夫洛·彼得连科、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什拉帕克、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瓦连金·纳利瓦伊琴科、乌克兰国家银行前行长斯切潘·库比夫等多名政治人物也被列入通缉名单。另一方面，泽连斯基9号解雇了乌克兰国家保卫局局长谢尔西·鲁德，尚未指定继任者。此前2天，该机构的2名军官涉嫌协助俄方暗杀泽连斯基被拘留。乌克兰国家保卫局主要职责是保护政府高官安全。鲁德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局长，此前他曾领导总统个人保镖团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尽管媒体多次爆料针对泽连斯基的暗杀企图，但鲁德似乎都没有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多加回应，仅表示乌方发布的消息不太可能是准确信息。此外，泽连斯基还签署法令，以身体健康原因为由，解除了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的职务，并任命其为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不过，他被允许继续穿着军装。此外，泽连斯基的5年总统任期将于5月21号届满，但由于还处于战时，该国除乌克兰复兴团体外，所有议会党派和团体都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乌克兰不应在战时进行选举，选举应在战时状态解除至少6个月后进行。这也意味着乌克兰暂无法选出新总统。乌克兰司法部长马柳斯卡表示，泽连斯基总统任期届满后不会失去合法性，其权力将维持到下一任国家元首选举产生。马柳斯卡表示，鉴于乌克兰的局势，现在正式公开质疑总统的合法性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我认为此时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毫无意义。1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召开全体会议，以375票赞成、0票反对、5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米舒斯京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随后，总统普京签署命令予以任命。现年58岁的米舒斯京，2020年1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根据俄罗斯法律，总理应在获得任命后1周内向总统提交政府组成建议。战事方面，5月5号到10号，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远程海基和机载高精度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军工企业、铁路基础设施等实施了2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定居点。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2大城市。俄军的进攻在乌东部和南部战线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乌克兰国防部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了俄军进攻，战斗仍在继续。
另据白宫10号发布的一份声明，美国总统拜登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国防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国防物资以及军事教育训练等。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夫柳克表示 ，F-16战斗机预计将于6月初交付乌军，这将使得乌军有能力打击在防空武器射程外的俄军目标。帕夫柳克称，战争的关键阶段将在未来2个月内到来，在这期间，乌军获得足够的武器至关重要。